大家好，我们在大阪城公园，看这么多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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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5号星期三，5点38，又是周三，大阪城大人的早训练跑团合练的日子。今天的课表是5个1公里。这周末周日是琵琶湖马拉松，应该是一个以赛代练、娱乐参赛的状态。这也迎合我之前说，我今年的训练重点要增加一些更长的长距离，这个有计划，回头我跟大家聊，可能会不放在就是未来的这种长距离可能会不放在晨跑，因为这种长距离要顶的话，就空腹晨跑不合适。到时候可能会调整录像和节目的时间，这个到时候再跟大家预告。今天借着这5个1公里完事儿以后，可能还有观众要见面，然后咱们聊一聊，很多的，不管是个人跑者还是跑团或者怎么样，一直在说的一个，我原来也说过，这叫做负配速、负分割，或者是还有怎么叫的，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快这件事儿。因为好多小伙伴也问我说，我有一个半马比赛，我要去跑负配速吧，等等，好吗？这一会儿咱们再聊。去个卫生间准备集合，还有5分钟训练开始。小伙伴们，天还是太黑了，得怎么着？我估计得过半个月到1个月才能给大家再录周3的全程的早训练，一个冬天都录不成。今天跟了第2组，3分40，让我们跑了3分36，可以。刚刚结束第3组，第2组有点快，331，然后队伍就拉开了。第3组就可以慢一点，337，最后队尾是339，我们这队伍相差2秒，很可以。还有最后2组，加油！天稍微有一点亮，拍试一试。一起走，来到。到，到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们还有1组。我还有1个1公里，一会儿就结束了，一会儿见啊！335可以 ，S， 第4组3分35，后边稍微加了一点。虽然今天要说负分割、负配速，但是我对比赛和训练，尤其这种间歇训练是2种态度。就我觉得比赛跑负分割其实是，反正我是有些观点，一会儿再细说。但是这种间歇，我还是建议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后1、2组顶一顶。还有最后1个1公里，一会儿终点在这儿，我们还会跑回去。准备最后1个，休息差不多1分半，有点热。20秒，快走！快走！2、1，走！
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加油！快到！快到！快到！ありがとう。快到，那啥！快到！快到！最后一组结束，3分15。来，苏朗，来，苏朗，行了，大嫂。啊，すごい。哎呀，来，苏朗。到。哈哈。我听你俩聊天是同龄人啊，厉害呀！没有，我比他大1千长小2岁。小伙伴们看，跑步锻炼的人的状态不一样啊。我们有年轻的小伙，25岁，22岁。我的孙子。哈哈。对呀，你22岁，小新人啊，我们靠边。可不是嘛，22岁，22岁，你小我18岁将近，小一个人，厉害厉害。大河源先生未来的每周都有比赛，跟观众们我来说一下。到5月底已经决定了，到5月底的比赛都决定了。这周末是琵琶湖，下周末是德岛，下周末是在台南有一场比赛，然后之后回来还有比赛，还要去出差。可以。今天见了好多频道的观众，有跑大阪的，有跑东京的。跑东京的几位小伙伴都在2小时50，太厉害了！25岁的、22岁的，真棒！跟我分享说2小时50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最后觉得还是使了那么大劲儿，一抬手一看
3分55的配速，他心里感觉可能是3分40多。我就说是这样的，我说我别说350了，我跑去年241的时候也是这感觉，但是今年就不是这感觉了。这个过后再跟大家分享，这感觉变化很微妙。今天咱们就说负配速，我先说我的观点啊，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，或者说全部情况下都不建议大家故意的去跑负配速、负分割，因为这个你故意这样跑的话，你最后你的成绩绝大概率不是你的最好能力的体现，甚至都不是差不多好能力的体现。这是我的观点，在比赛中。像专业运动员其实也是，就是负配速其实是意外，是惊喜，是前半程自己对自己感觉可能没有那么的自信的产物。尤其是专业运动员，他要是因为马拉松是个名次游戏，他要是拿了好的名次也罢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有遗憾。你说理论上是匀速最好，但是大多数时候是先快最后掉一点，是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现象。如果最后你还能冲刺，什么叫负配速呢？就是我跑奈良跑台北，其实那负配速也没意义，甚至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负配速，反正就是你想快就能快，想慢就能慢，就是你还不累。那如果是这个状态下跑比赛的话，那肯定它不是你的最好成绩。如果你能游刃有余的跑出一个负配速、负分割，那差不多这场比赛你可能还有5分钟左右的进步空间。你像我的奈良和台北跑2小时50、2小时51，差不多就有10分钟的空间，那就不算负分割了，那就是我可以冲刺。但是你们有时候看专业运动员在马拉松最后冲刺，那是因为要么要 PB， 要么要破纪录，要么是有人在竞争，否则的话是没有冲刺这个环节，只有稍微加速。像前两者无论是 PB 还是纪录，那个冲刺都冲不起来，因为他前面已经竭尽全力了。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，但是柏林吉普乔格2011那场家属在终点亲眼看见的，都希望周围人都希望他再快一点，但是快不了了，就只能那样维持，稍微快一点点有限。你看贝克勒差了1秒破纪录那次，在柏林也一样。你说他不知道吗？他肯定知道。像运动员们几个人最后飙速度冲刺拼名次的那种，之所以他能冲刺，是因为这几个人他发现，过了37公里、38公里还在一起，过了40公里还在一起，这个时候人家就有战术的准备了，这时候就是枪打出头鸟了，就没有人上就再那么往前顶了，就都憋着最后这一点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在全马赛场上，你不管你多累，你要让我稍微放10秒的配速或者5秒，让我调整1公里，我也可以冲刺。对于专业运动员可能就是3秒调整1公里，他就可以冲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这是真实的感受。所以结论是不建议大家去为了负分割、负配速去跑负分割、负配速，这样的话更多时候会失败的。就不是说你跑不出负配速，很可能就是这场比赛你的成绩会不尽如人意。当然了啊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有很多客观因素的，也有更多的是主观因素。就这样，对于普通人跟运动员来比完全不一样。像专业运动员，他会调动一切的办法去解决客观问题，并且呢，调动自己全部的精力，去尽可能避免主观的因素造成对比赛的影响。但是普通人不行的，第一你没那资源，第二你没那精力。
第三呢，就是说你再严肃训练，你的主观意愿也赶不上专业的运动员。所以有的时候人的性格也决定这件事儿。就是您要是说我就得求稳，就必须得是后快前慢，否则这场比赛我就跑不了，那没问题，真心的。我只是说给犹豫的小伙伴，因为现在资讯太发达，各种的声音在耳边，我只是说我的经验，我觉得不用刻意去想复配速。如果你这一场比赛跑完，你发现哎后半程快，那说明你的能力进步了，说明你还能更快。就像我纽约3小时02跑完以后是既高兴又后悔。高兴那感觉确实复配速的高兴是真高兴，觉得哎呦我厉害，太厉害了，我后边还能加速，我后边比前面快。但是遗憾呢也是伴随的呀，因为我差2分钟破3。2分钟的话120秒，就是平均到每公里3秒。虽然说可能挺多的，但是当时会想，哎，有这个可能性，是不是？至于训练，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观点，就是间歇跑或者是变速跑，应该是越往后越顶，跑出那个最后的极限了。就是好多时候是前面的那几组，就间歇跑的前几组，或者是说，长距离的前，比方20公里或者25公里，是为最后顶那一下子服务的。哎，3月5号星期三清晨差不多7点半了，又跑了8.5公里。结束之后，跟小伙伴们在大本城绕了一个大圈，4.5公里的一圈，然后再跑回来，又跑了一个4公里回家，正好8.5公里。今天这5个1公里就是没有全部全力以赴，因为我周末有比赛，虽然是轻松跑，也是要稳住。因为我去年打完马拉松全力以赴之后，就是第2周的今天受伤的，那天跑了一个321，我还记得特别清楚。所以今天前4组是比较稳的，大概都在3分30多，然后最后一组顶上去，顶到3分15。就是我建议的小伙伴们，就是跑这种1公里的间歇的时候，如果是自己跑训练有素的小伙伴，操场的条件跑7到9组比较合适，中间间隔如果跑7到9组的话，中间间隔可以是1分半，也可以是2分钟，就休息就好。最后的2组往上顶。为什么最后2组往上顶呢？这有个不成熟的经验，就有的时候吧，你跑完这一组以后，你发现你真的顶不上去了，但是你这一组又没有全力以赴，你又想着给下一组留余地，所以这就是人心理。当然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是这样，就是马拉松训练这个事儿太苦，所以就得学会自己对付自己，自己给自己想想办法，琢磨自己的兴奋的点在哪儿，刺激自己的心态，这是我觉得是有必要的，行吧？那就这么着，今天是愉快的周3的大本城大人的早训练的强度课的日子，天亮得越来越早了，很快就能给大家多拍一拍。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